杨广即位仅4个月，便决定迁都洛阳。为此，他命令宇文恺重新修建一座洛阳城。与此同时，另一项浩大的工程也同时进行，那便是后来的隋唐大运河。那么，洛阳城和大运河是如何建成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及隋唐大运河贯通。604年10月，章丘太医向杨广进言说：“陛下是木命，可雍州之地却与木相克，不宜久居。”另外，有谶语曾说：“修治洛阳还晋家，而陛下就曾经被封为晋王，所以修建洛阳宫便应验了这句谶语。”杨广听后深表赞同，立即前往洛阳考察，并筹备兴建新都的具体事宜。11月，杨广到达洛阳，登上了北面的邙山，他极目远眺，望着伊阙之口，不禁感叹道：“这不是龙门吗？自古以来，为何不在此处修建都城呢？”仆射苏威回应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并非不知此地之忧，而是一直等待陛下了。”杨广听后非常高兴，当即决定在伊阙之口修建都城。605年3月，杨广任命杨素为总监，宇文恺为将作大将，全权负责洛阳城的修建工作。宇文恺打破左右对称的传统城市布局，采用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，巧妙地将山川地貌和日月星辰与都城完美的契合。中国古代将天空的中央分为紫微和太微以及天市3元，于是宇文恺便将宫城定位在紫微垣的位置，皇城则定位在太微垣的对应之地，天市垣的对应处则修建了拜郭城。宫城的地势最高，象征天地居住的紫微宫占地约 4.2 平方公里，是北京紫禁城的6倍。宫城的正门是则天门，唐朝时改为应天门，俗称五凤楼，是举行登基和改元以及大赦和接见万国来使等拜朝大典的重要场所。皇城名为太微城，是朝廷机构的办公所在地。皇城往南是洛水，宇文恺便将洛水比作天上的银河，洛水之上与宫城相连的桥命名为天津桥，天津指的是天上停泊船坞的地方。连接端门与定鼎门的大街被称为定鼎门大街，是洛阳城的主干道，宽度达116米，与天上的天街遥相呼应。宫城中轴的正南方正好面对着伊阙之口，伊阙也被称为龙门，龙门石窟便位于定鼎门以南约7公里处。再来看外郭城，城内的街道纵横交错，宽窄相间，由街道分割成的方形区域便是居民区，隋朝的时候称为里，唐朝则称为坊。据唐6典记载，共有103坊，目前已经勘察出的有64坊，其余部分或被现代城市覆盖，或被洛水冲刷殆尽。坊的四周筑有围墙，正中辟有坊门，里面是居民住宅及宗教寺庙的聚集地。最负盛名的有白居易在吕道坊的宅院，李贺在仁和里的住宅，以及牛僧孺在归仁园的绿野堂等。城内设有3市，为重要的贸易场所，其中以南市最为繁华。据传说，天界的西边是西王母所居住的瑶池，于是洛阳城之西便修建了西苑，象征天之瑶池。西苑的外围有丘陵作为屏障，内有涧水和谷水以及洛水流经。由于地势起伏，园内便挖掘成大海模样，并在海上建造了蓬莱河方丈以及瀛洲等诸座神山，山体高出水面100余尺，台观殿阁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山上，宛如仙境。苑北的龙鳞渠曲折蜿蜒地流入海内，杨广便沿着龙鳞渠建造了16院，每院任命1名4品夫人主持，住着各色美女，院内的堂殿楼观极为华丽。至此，每月征用徭役200万，历时10个月，大气磅礴的洛阳城终于兴建完成了。它独特的建筑形制和平面布局，奠定了中国工程的基本格局，被宋朝和元朝以及明清仿效，甚至影响了日本、朝鲜等国的工程建筑风格。之后，杨广迁徙洛州居民以及各州商贾数万户，以充实新建的东京城。606年，杨广正式迁都洛阳，并将洛阳命名为东京，3年后改称为东都。修建洛阳城的同时，即605年3月，杨广下诏征发100万男丁，开凿通济渠。首先，他将连接西苑的谷水和洛水引入黄河，然后将黄河水从版主
即今天河南荥阳的泗水镇东北，引入鸿沟，即当年刘邦和项羽划界的地方，也是象棋上楚河汉界的实际河流所在地。接着，通济渠向东南方向开凿，它充分地利用了旧有渠道和自然河流。但是，由于杨广要在通济渠里行驶体积巨大的龙舟，运河就必须凿得很深。为了测量深度，他们在上游放下木额，木额的下面是1丈2的铁脚，只要木额停住，就证明挖得不够深。有一段运河，木额停了100多次，杨广便下令将负责此段运河的官吏和民工5万多人全部捆绑起来，就地活埋。而且如此浩大的工程，杨广要求的时间却非常紧，3月份开始动工，8月份就要求全面竣工。开凿运河的义丁只能日夜不停地劳作，被折磨致死者10之4-5，运送尸体的车辆东至成皋，北至河阳，往来不绝。就这样，一条长达5000多里、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，终于连通了黄河与淮河。它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，创造了人类开凿运河的奇迹。接着，隋炀帝率领百官和嫔妃以及护驾的士兵10多万人，从洛阳启程，前往江都巡幸。江都即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。他所乘坐的龙舟分为4层，高约45尺，上层是正殿和中殿以及东西朝堂，中间的2层有160个房间，下层则是宦官和内侍的住房，俨然就是一座活动的水上宫殿。跟随龙舟的还有5000多艘随从船只，船队便长达200多里，挽船的纤夫就达8万多人，两岸还有骑兵护卫，白天旌旗蔽日，晚上灯火通明。所到之处500里以内的州县百姓都必须奉献精美的食品，开船时吃不完的食物就地挖坑埋掉，浪费十分严重。就这样，杨广率领10多万人浩浩荡荡地到达了江都。同年，他又征发淮南民夫10多万人，下令开通山阳渎。山阳渎是从扬子，即今天江苏仪征县，将长江之水引入位于山阳，即今天江苏淮安县的淮河，用以沟通淮河和长江水系。至此，黄河和淮河以及长江3大水系被彻底连接了起来。608年，隋炀帝召发河北诸郡的100余万人，准备开凿永济渠。永济渠依然是在自然水道和前朝开凿的运河基础上疏浚而成的。武涉县道极限的部分是在沁水和清水的基础上疏浚而成，极限至馆陶的部分是在曹操当年所开白沟的基础上进行开凿的。馆陶到沧州的部分则利用了汉代的屯氏河和西汉的黄河故道。沧州往北是在漳水之上另辟新道，然后与洛水相接，最终到达涿郡，即今天的北京市。永济渠全长2000多里，由于男丁不足，妇女也被迫服役，从开工到建成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。永济渠的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，但运输能力依然很强，同样可以航行庞大的龙舟。610年，隋炀帝下令开挖江南运河及江南河。江南河从京口，即今天的江苏镇江，一直到余杭，即今天的浙江杭州，全长800余里，连通了长江与钱塘江。至此，隋唐大运河全线贯通，它以洛阳为中心，北抵涿郡，南至余杭，全长2700公里，跨越地球10几个纬度，流经7个省市，沟通了5大水系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。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，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、规模最大的运河。与此同时，607年到608年间，隋炀帝征发义丁120万人修筑长城，最终过半人死于此地。隋长城是在前代长城的基础上修筑和加固以及改造而成的，西起今天宁夏灵武县境内的黄河东岸，东到今天陕西绥德县西南，全长约350公里。至此，杨广即位之后的数年间，修建洛阳城、开凿大运河、修筑长城，每次都是征伐民夫数百万之众，半数人在服役期间死亡。后来，由于成年男子不足，妇女也被征发劳役。与此同时，各州县劳动力缺失，土地荒芜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可隋炀帝依然没有停止折腾的意思。接着，他发动100万大军征伐高句丽。
那么，隋朝100万大军为何会败于弹丸之地的高句丽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